人吗？有人吗？有人吗？跟着我。跟我来。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嘘！你看，快醒醒，快醒醒啊！你们是什么人？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别动！几位，有事吗？你是干什么的？过路的。过路的，怎么会走到这儿？脚长在我身上，我愿意走到哪里都可以，不是吗？你给我老实点！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是枪吗？你说呢？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太白山游击队。你们是共产党吗？当然。这可真巧，我也是共产党。你也是共产党？当然。你是哪部分的？我的证件就在怀里，要看看吗？
这样，我把手慢慢的伸进怀里，把证件掏出来。反攻救国，苦撑待变。你是程长官？你是接应我的人。消息泄露，我们刚到这里，就遇到了伏击。消息泄露？这怎么可能？扶着他，走。你们也是游击队？正是。你们这帮狗臭，放下武器，否则打死你们！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认为能够打死我？放下武器！我们是太白山游击队，你们这帮国民党特务真是太猖狂了！来人，把他们就地枪决！是。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应该是没有。你真没有什么要说的？告诉你，如果你说实话，我们可以饶了你的性命。就是有话，我也不会对你说。你不怕死？死？杀了我，你怎么向上面交代？啊？你说什么？少废话！有种就动手！哼，你这个狗特务，死到临头还嘴硬！来人，毙了他！是。等等，你们不能杀他，我们。闭嘴！站回去！哼，怎么样？想说实话了吧？说实话就饶你一命。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可是你并不珍惜。也许是你太笨了。好吧，让我说得清楚一些，让你的上司跟我说话。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毙了他！你的戏实在是演得很差，看起来你只有死了。你。我是保密局贵阳编练处少将编练官程汤。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
举起你们的双手，站起来！是，快起来！举起双手，到屋里去！你的部下很糟，非常糟。你说什么啊？你的伤更糟。你是林雨仙，反共副国军上校，奉老板之命，特来迎接程长官。这算什么？试探。程长官不要生气，这就算是个特别节目吧。损失了几条人命的特别节目。上峰差遣，身不由己嘛。看起来，重庆方面并不信任我。林上校，需要我出示证件，验明身份吗？刚刚长官露的这一手，已经验证了你的身份。是吗？难道共产党的情报员就不会像我一样？就算你是共产党，我也非常佩服。我终于明白，你们老板为什么不派一个男人，而要派你来执行这个任务。人家说的是真心话，告诉我，你是怎么看出破绽的啊？四海，好了，弟兄们，放下手，过去领枪吧。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起初我并没有起疑，但在杀死那4个假游击队员后，一个问题跃入我的脑海。什么问题？我进入祠堂后，看到了几具尸体。据你说，那些死者是你带来与我接头的，然消息泄露，被游击队打了个埋伏，是吗？是啊。首先，我与重庆方面是单线联络，消息不可能走漏出去。其次，即使真的是消息泄露，面对如此重要的敌情，共军怎么可能只派出几个游击队员前来处理？第三，我检视你的伤口，发现伤口上的鲜血呈淡红色，而人血则是粘稠发黑。于是我断定，你左肩上的伤是假的。最后一点，共产党的游击队我见过，他们没有那么多美制的斯登冲锋枪。这些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于是我断定，这些所谓的游击队员，其实是重庆方面派出试探我的。我几次暗示，请他们叫出长官与我谈话。然而，你手下这些拙劣的演员却假戏真做。你知道吗？如果不是我已判断出你们的身份，刚刚在祠堂里，你的这些手下就已经是尸体了。你是个可怕的人。这种试探才可怕，是在拿自己弟兄的生命开玩笑。这种不信任更加可怕。很难想象，今后你我双方能够精诚合作。我想毛局长恐怕是要失望了。程长
长官驾临，敝寨真是蓬荜生辉呀！这位便是救国军第2旅旅长孟海马上校。久仰。久仰。程长官，请上座。林上校，孟旅长，请。请。等等，程长官的大名，孟某可是如雷贯耳啊。毛局长在信中称你为刺杀大师啊。可孟某至今没弄明白，什么叫刺杀大师？所幸的是，今日程长官光临敝寨，是不是也露上2手，让弟兄们开开眼呢？是啊，谁见过刺杀大师？我也是大师，海马，你这是做什么？于宪，你知道，我救国军第2旅原是威震川南的小刀教改编而成。这个不假。教内，自我老孟之下，都是武艺高强、枪法如神的好汉。说起刺杀、爆破，更说得上，个个是顶尖高手。如今，我们就是不明白，什么叫刺杀大师啊？是啊，今儿个程长官，若不露手高的，让我们心服口服。不要说我孟某人，就是在场的弟兄们，也不会服气。对，你说的对，让他露一手，对，让他露一手，看看是好汉还是软蛋。对，就是露一手，看是好汉还是软蛋。来，露一手，你看。乌合之众这4个字，用在孟旅长手下的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程长官说什么？一群乌合之众，就凭你们也想跟共产党斗？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散伙回家吧。你说什么呢？啊，这是武士，跟他丈量丈量，看看他有几斤几两。对，你说话，就是说话，大哥。怎么样？听见了吗？听到什么？蠢驴的叫声吗？好，有种！弟兄们，既然程长官说我们第2旅是乌合之众，那就请他老人家划下道来，咱们比试比试，看看谁是乌合之众。对，比试比试，少跟我来这套江湖道。划下道，我划下道来，你们都得死。说吧，怎么个比法？摆3关。孟海马，一旦出了事儿，你要向老板解释。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放心，连累不到你身上。长官，先别说比试，这毒水锅、毒钉板，还有这火刀山，这是我小刀教的弟兄们都要过的3关。老七，过来！大哥，让大英雄程长官看看，这3关是怎么过的。是。
老七，好样的！抬下去，上来！程长官，就看你的了。让开，让开，让开！你别去，你不行的，别跟他们赌，太可怕了！别去，别去！怎么，程长官不敢了？要说程长官耍耍嘴皮子，勾搭勾搭你，这我兄弟肯定比不了。可说到豁出性命、动真格的，那不过没关系，只要程长官当众向我孟某和在场的弟兄们赔个不是，先前的话，咱们一笔勾销。咱们俩不成了！哎，不要耍嘴皮子，傻了吧？都给我闭嘴！刚刚是孟旅长为程长官安排的一个助兴小插曲。好了，现在请程长官入座吧。是啊，程长官肉嫩皮儿薄，经不起这个，还是吃吃喝喝的为好，省得受伤。请吧，程长官。就这路自残的玩意儿，还好意思在我程汤面前现世？别逞强了，给他台阶还不下。我程汤走过3关，只要是肉皮儿破了一点儿，任凭众位处罚。只要是在座的哪一位能学着程某再做一遍，我程汤任凭众位处罚。我没听错吧？啊！少废话，把你手里的大洋扔到锅里。孟旅长，坐回去吧。程长官，请吧。小刀教的高手们，你们不都是好汉吗？怎么想跑啊？怎么着，孟旅长？还有什么要比的吗？没了。
你们呢？英雄好汉们！程长官果然身手了得，刺杀大师之名，当之无愧，是吧，孟旅长？是，当之无愧，当之无愧。程长官，请坐吧。今天可真是个难忘的日子，先是假游击队员，之后又是鸿门宴。程某多谢各位款待。怎么样，满意了？这个程堂究竟是什么人呢？太可怕了！早就对你说过，他不好惹，可你就是不相信，真是自讨苦吃。哼！上来见谁？我什么也不知道，废话少说，动手吧！把他架到货仓里去。是。我看像是咱们男人。对，我跟1号说去。1号，我看他不像假的。今天收到3号电文，说地下党5号情报员随时会与我们联系啊。小心背后啊！什么？我们的背后有一双眼睛。眼睛？什么眼睛？还不明白吗？如果这位5号真的是地下党情报员，那我们的处境就更加凶险。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他的身份已经暴露。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意识到。敌人很可能是要利用他，引诱我们暴露身份。今天下午接到5号传信，本来要与他接头，可我却发现背后有一双眼睛。这是敌人的圈套。现在还不好说。然而一旦我们中计，不但5号无法保全，就连我们的行动也会前功尽弃，后果不堪设想啊！还是等等割铁蛋的消息吧。怎么样？哎呀，真惨呐！他在2等舱上被特务们抓住，打得满脸是血。1号，我看不像假的。现在呢？特务们把他架到船底货舱去了。1号，现在怎么办？总不能见死不救，眼看自己同志死在敌人手里吧？冷静。让我好好想想。
谁？别动！两位，有事吗？你认识他是吗？谁呀？少装糊涂！他到船上来就是要见你的。我平生最恨别人用枪指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么做。我现在正有枪指着你的头，你能怎么样？你相信吗？我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你可真厉害！如果是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我再问一遍，他到船上就是跟你接头的，是吗？我再说一遍，谁呀？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我见了棺材也不会落泪，因为我根本不需要棺材。那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吧。去哪儿啊？到了你自然会知道。快走！看到了，不说实话，这也是你的下场。真可怜。他死了吗？现在还没有，但是快了。我不认识他。是吗？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定要说我们相识呢？我不知道他与你们有什么冤仇，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我与这件事毫不相干。可是我亲眼看到，他给了你一张纸条。你的眼睛可真好使啊！哼，怎么样？没想到会被我们看到吧？不错，他在餐厅里确实扔给了我一张纸条，但是我不明白那上面说的什么意思。你他妈死到临头了还不说实话！我再说一遍，第一，我不认识这个人，也不想掺和你们之间的恩怨。第二，不要再用枪戳我的头。我也告诉你，第一，这个人到船上来就是与你接头的。第二，如果你不说实话，那就不是用枪戳你的头，而是要你的脑袋开花。我说过你会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谁还想试试？还有人不相信我说的话吗？啊！我给了你们活命的机会，可你们不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去改变？啊！我再说一遍，地上躺的这个人我不认识，你们相信吗？相信。现在相信了吗？他不会还要杀人吧？回答！相信。
谢。我很好奇，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跟我作对？回答我！我们找错人了。饶命！饶命！我们真的找错人了。今天夜里，你们看到我了吗？看见了，看见了。你们呢？没看见，没看见。我说不再试了吧，白白损失了几个弟兄。不想试，还不都是老板的命令？程堂太狠了，简直就是疯子。好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让大家收拾现场。是。啊，是这样，好悬呐！是啊，若不是那个穿夹克衫的特务一句话点醒了我，我还在筹划如何营救那个甲5号呢。1号，是什么话点醒了你？那家伙说看到甲5号给了我一张纸条，然而甲5号给我纸条的时候，他们3个人根本就没有看到。那3个特务好像是在餐厅的门外。一语中的。你们想一想，特务们是在甲5号给我纸条之后才探进头来张望，这时甲5号已经离开了我，他们怎么可能看到他给我纸条呢？对呀。再有，我党地下工作有严格的纪律，作为地下工作者，一旦发现自己的身份暴露，就绝不能再与联络人接头。这一点，作为一个老地下工作者的5号，不可能不知道。可他为什么要在身份暴露后，仍然要我到207房与他接头？其次，他在发现自己身份暴露、周围敌特环伺的危急情况下，为什么不向船上的工作人员求救，而任由敌人将其抓走？这一切只能证明，这个5号是敌人装扮而成。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他们事先定好的诡计，目的就是为了诱使我们自己暴露真实身份。今天下午，甲5号引诱我与他联络，却没有成功。于是他们改变策略，让我亲眼目睹自己的战友落入敌手。他们是要看一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结果，他们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他奶奶的，这帮狗特务，真是太狡猾了。你们没有发现吗？这里面还有个蹊跷之处。哦，是什么？5号情报员是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卧底，特务们怎么会知道？你的意思是说有内奸？1号，赵雅琴不见了啊？什么？刚刚我路过赵雅琴的仓房，发现房门大开，里面没人。出事了！四海，让大家分头去找。是，走，快点。服务员，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个子高高、盘着头发的女人？走，你带他们进去吧，其他人跟我来。走。
一号，我们找遍了船上每一个角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会不会被人劫走了？他就在这条船上啊！可能的地方我们全都找过了。你们回去休息吧。去休息？那赵雅琴？有我呢，去吧。哦。你实在不该来。既然来了，就不必藏头露尾了。出来吧。你到船上来，不会是为了执行任务吧？这就要看你怎么理解了。哦，你怎么想到是我？赵雅琴仓房地板上的脚印告诉我，你来过。脚印？那是一双穿靴子的脚留下的脚印。赵雅琴是不穿靴子的。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很多人都这么说。你知道，今天我很累，不想再玩捉迷藏的游戏。赵雅琴呢？哼，他就在这条船上。这我知道。你这样做是想证明什么吗？哼哼，你不是程汤。赵雅琴说，程汤已经死了。他还活着。他还说，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对吗？我在等你回答。I can speak English. Do you understand? 你说什么？我是说，
我会说英文，你知道吗？哼，这能证明什么？你的这套把戏是受了老板的指使，还是因为我看穿了你的心思而进行的报复？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如果你受了老板的指使，再一次试探我，你就要为此而付出代价。哦，说说看。你知道吗？我今天遇到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心情变得非常烦躁。本来这个时间我可以休息了，喝杯水，看看书，也许会睡上一觉。可是你却让我站在这儿，听你说这些不怎么幽默的笑话。如果你不能够给我一个很好的解释，怎么样？我会用它割开你的喉咙。如果我告诉你，我是在报复，你会怎么样？如果是这样，我还可以理解。人为了自己所做的事情，总是可以理解的。你真的要割开我的喉咙？话我只说一遍，你听到了？你正在激怒我。难道这句话不应该我说吗？刚刚我对一个蠢货说，他会看到自己的脑浆，他看到了。赵雅琴呢？他死了。那你也要死。他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当然，非常重要。我倒想看看，失去他，你会是什么样子？你说我会是什么样子？会杀了我？当然不会。你刚刚说过，他死了，我也要死。是你的老板会杀死你。哦？为什么？你知道，
黑鹰计划？当然，那是毛人凤局长临行前留下的一份绝密的行动计划。那计划的具体内容你知道吗？只知道，这是有关在重庆实施一系列刺杀和爆破的详细行动方案。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这和赵雅琴有什么关系？赵雅琴就是这个计划的核心人物。哦，这就是这个女人对于我的重要之处。你是为了计划？是的，但我对你和赵雅琴都没有兴趣。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如果要我在你们两人之间选择情人，我宁可选你。你会吗？不会。为什么？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对你们两个都没兴趣。刚刚我在赵雅琴的仓房看到屋中很整齐，没有任何打斗过的痕迹。而我的手下说，他们搜遍了克伦的各个角落，都没有发现赵雅琴的踪迹。那么，她会在哪儿呢？我说过，他死了。他当然没有死。是吗？那你就把他找出来吧。我想起这样一句话：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他就藏在这个壁柜里。不要动，枪会走火。你的脑袋，砰，会爆。让我怎么说呢？如果这是报复，你可以算是这出闹剧里最可悲的人；如果是试探，你们将要为此付出代价。说吧，是报复还是试探？是报复。你在骗我！我没有，我没有，是真的。雨仙想要报复你，所以用电台给老板发报，说你可能是共产党。他有办法试出你的真假，所以老板这才命令我们。是这样。你别听他的，他在胡说。雨仙，你，我根本就没有给老板发电报。你们两个可以活下一个，选择吧。开枪啊！杀死他！他愿意为我死的，是吧，海马哥？可怜的家伙，看在你快要死的份上，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我从没
过你。好了，我可以走了吗？可以。开枪吧！可怜啊，痴情的人总是这样的下场。起来吧。你不杀我，我怎么会对自己的人开枪呢？我这么做，不过是想让你看清楚这个女人的真面目。她以玩弄男人的情感为乐趣，而你呢，不过是被她玩弄的玩偶而已。在她的心目中，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关键的时刻出卖了你，也就不足为奇了。走吧。程长官，其实你说的这些话，我都知道。也许是被鬼迷了心窍吧。我是真的爱她呀。好自为之吧。谢谢你。憋死我了。来。没事吧？哎，哼，今天可真是热闹啊！好戏一台接着一台。有耍诡计的，有用柔情的，真可以说得上是粉墨登场。刚刚林玉仙说是我出卖了你，你没有相信吧？当然没有，他的这点小把戏骗不了我。这个女人太歹毒了，我在柜里听到她这样说，吓得魂儿都飞了。你怎么知道她在说谎？你还记得吗？当时问了他一句话。I can speak English. Do you understand? 是的，我记得。如果是你出卖了我，就一定会对他说起我向你学习英文的事情。可是他的回答告诉我，他对这件事情并不了解。由此我断定，他是在诈我。你真聪明。雅琴，对不起，是我们太疏忽了。我并没有怪你。你放心，这种事情绝不会再发生。怎么了？没什么，我心里难受，一会儿就好了。我先回房间了。好。
在你心里真的那么没有意义吗？什么？哦，你是为了我和林玉仙说的那些话？雅琴，你怎么这么糊涂？林玉仙是个有心理疾病和极端自私的女人。刚刚那种情况下，我只有这么说，才会令她麻痹，渐渐放松警惕，才有机会救你出来。我明白，我都明白。我明白你说这些话是为了我好，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像刀扎一样疼。我真希望你说的是另一番话，哪怕被他们杀死，我都会很开心。雅琴啊，那些都是迫不得已，不是真心话。别安慰我，有时候安慰是更大的伤害。我也是女人，能够看得出林玉仙很爱你，否则不会为了报复你，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如果这也算爱，那爱实在太可怕了。林玉仙爱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己。你为什么总喜欢隐藏自己的感情呢？这样不痛苦吗？其实你也喜欢他，只不过他像一只带刺的玫瑰，你不敢碰而已。唉。怎么，睡不着？我也睡不着，出来走走。还在生我的气？谢谢你放了孟海马。他对你很重要吗？当然不是。那为什么要谢我？你在吃醋。为你？不是吗？孟海马很爱你，对他好点吧。这是你的真心话。当然。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说句实话，我很佩服你。佩服我什么？没有上你的钩。但我不会放弃。唉。我想向你道歉。为今晚的事情。是的，我这个人有时不够冷静，只要冲动起来就不顾一切。但我真的不想成为你的敌人。希望你说的是真心话。所有的不愉快就在今晚一笔勾销吧。从现在起，我们是朋友。你知道，老板不信任你，
这才几次三番要我们设计试探。今天晚上你在霍桑遇到的是另一路人马，为首的是红雪儿和吴叔斗。哦，为什么？具体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只听老板说起，你经过了共产党占领区，因此要对你多方试探，判定身份无误后，才能与他见面。但我想，这样的试探，今天以后应该不会再有了。我说这几天蹊跷的事情都让我碰上，原来是他布下的圈套，真是岂有此理！我程汤身为保密局少将，身上携带着总裁和毛局长亲笔签发的委任状，他居然连我都信不过。如此接二连三的试探，简直太过分了。难道他要脱离保密局，拉山头闹独立吗？嘘，小声点儿。哼，好了，别生气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嗯，谢谢你能够实言相告。如果让老板知道我告诉了你这些，他是不会放过我的。放心，我会守口如瓶，谢谢。别那么假惺惺，这都是我愿意的。好了，我回去了。好吧。记住，我不会放弃你。老板，这位便是保密局贵阳编练处少将编练官程汤。啊，程长官，这位便是军统西南地下干部培训处处长，我们的老板。程汤老弟，你总算来了。久仰老板大名。不敢，不敢。这位便是兄弟从贵阳带来的军械工程专家赵雅群女士。哦，赵女士，终于把你盼来了。整个黑鹰计划的实施，可就全靠你了。哦，这几位都是我的手下。哦，孙子，你好。好，大哥。李铁顺，你好。郝二将啊，葛铁队。毛局长在给我的信函中称老弟是刺杀大师。哼，这一次玉仙他们回来对我说起，老弟智勇双全，名不虚传，以后可要多多指教啊。哪里，老兄太客气了。说到智勇双全，程某岂敢与老兄相提并论？这一路之上，老兄巧布机关，对程某照顾的，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啊！林上校。是啊。程老弟，辛苦了。辛苦谈不上，倒是心疼得很。心疼啊，是啊，老兄为了试探程某，损失了那么多弟兄的性命，岂不令人心疼啊？程老弟，那都是误会，误会。老板，这一次毛局长派我前来，就是为了监督执行黑鹰计划。现在计划进行的怎么样？目前，黑鹰1号计划即将展开，目标沙坪坝大礼堂，利用共匪领导人与重庆各界代表见面的机会进行刺杀。我记得半个月前图纸便已经带给老弟。是的，不知是否有了具体的行动方案？目前只有一个粗略的想法。说说吧。我们准备请程老弟及手下的狙击手在大礼堂外的制高点布成一个狙击圈，只待共匪领导人进入狙击圈，
便立刻动手。听说程老弟带来的都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这一点应该不成问题吧？是不是问题，要待详细勘察现场之后再做定论，尤其是细节上，需要准确详实。哦，对了，行动的时间确定了吗？16号，也就是2天之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程老弟，这次行动由你全权指挥，御前海马舒斗雪儿做你的副手，全力配合。程老弟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出来。我需要一个熟悉沙坪坝大礼堂周围地形的人。这个好办，我们有个现成的重庆通，李玉仙。玉仙，这件事就由你配合程长官。好。我还需要一台照相机和一套洗印冲扩设备。好，雪儿，这件事由你负责，今天务必办妥。哦不，不是今天，而是1个小时以后。绝对没有问题，长官放心，我马上去办。林上校，沙坪坝大礼堂在什么地方？离此2条街以外。1小时后，我与林玉仙到沙坪坝大礼堂查看地形。孙四海，好大哥，到！你们立刻动身，到街上找一家眼镜店，配2副狙击用的防护镜。是。程老弟还有什么要说的？诸位，从现在起，黑鹰1号计划执行小组正式成立，行动由我负责。诸位要精诚团结，全力以赴。是，请程长官放心。孟海马务疏斗，长官，你2人立刻率领参与这次行动的手下，搬入16号公馆进行准备。是。其他人就地待命，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许外出。是。老板，怎么样？被他发现了。什么？他发现了？是的。这怎么可能呢？他是怎么发现的？分析。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没有什么能够瞒过他的眼睛。好一个厉害的角色，难怪毛局长对他如此器重。老板，现在怎么办？既然如此，大家就心照不宣吧。他不捅破这层窗纸，我们也就顺水推舟，一切待黑鹰1号计划结束之后再说吧。程汤也是这样对我说的。他说揭破此事对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不如维持现状。看起来这个程汤倒是个明白人。今天他勘察沙坪坝大礼堂有什么表现？看得出他的确是个大行家，不但详细查看了礼堂周围及附近制高点的情况，还潜入礼堂内部进行探查。还有他从平、俯、侧、仰各个角度拍摄了很多礼堂的照片。典型美国佬的做事风格。从这个细节便可以断定，他的身份不会有假。他召集大家今晚11点在16号公馆开会，研究具体行动方案。非常好。结果出来后，向我报告。是。
公司的，来检修大门。哦，你们等一下。啊，你们是木器公司的？是啊。我们接到通知了，把工具箱打开，我们要检查。好，你们进去吧。到那边看看。引爆器放哪儿？就放厕所吧。好，动作要快。炸药放这儿。好。怎么样？修完了吗？完了。哎，还有一个人呢。去厕所了，马上出来。修完就赶紧离开吧，我们5点清场。好好。怎么样？好了。不会报给我？放心吧，没问题。走，上车吧。是。老板，我回来了。宝芝啊，怎么样？彭水之行有什么收获吗？卑职奉命潜入彭水县城，暗中调查。占领那里的是共军第4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我在县城中住了2天，经多方打探，终于探听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共军攻占彭水县城的当天，在142师部曾遭遇我军一个特工小分队的顽强阻击，共军损失惨重。特工小分队？正是。之后呢？之后，共军的特务营攻进师部，这支特工小分队全体遇难。全体遇难？正是。共军严密封锁消息，禁止部下将此事外传。特工小分队，特工
小分队。哦，程汤在到达彭水县的当天给我发来电文，说他们下榻在142师师部。这支特工小分队会不会就是程汤的行动小组？我也是这么想。除了程汤和他的行动小组，142师的师部里哪儿来的特工小分队？你刚刚说过，这支小分队已经全体遇难了。不错，消息可靠吗？绝对可靠。如果这个消息可靠，那就说明住在16号公馆的程汤是共产党打入我们内部的卧底。我也这么想，否则彭水的共军为什么要封锁这个消息？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程汤离开彭水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从发报的节奏力度到对我的称呼，和以前大不相同。这就是你命令各路人马对其进行试探的真正目的。这个贾程汤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通过了近乎严苛的试探，最终取得了我的信任。然而，假的就是假的，早晚会露出破绽。传我命令，取消明日行动，要我们的人立刻撤离16号公馆。哎，怎么黑着灯啊？孙四海，郝大刚，他们会不会在房间里？真是怪了，人都到哪儿去了？走。清水湾废墟见面，老板。啊，老板要见我们？我想孙四海他们肯定是先去了。你在找什么？